契约的力量。金帝天乃是神奇联盟拥有最高掌权者的盟主，连这样的一个强大存在，难道为了更强的力量与某个东西达成了契约？神元宫的3位主母为其感到有些疑惑。应该是吧，在更强大的力量面前，就算拥有神奇联盟的最高掌权又如何？在这个大宙中，实力强大乃是真正的掌权者，所以金帝天为了更强大的力量与某种东西达成契约，也是说得过去了。盘龙身为神元宫的副盟主，本体就是造化神器，对一些事物的理解能力还是非常之高的。众人认可了盘龙这句话，但是萧炎又抓出其中的重点道：能够瞬间碾压小龙尊主前辈的全力一击，那股契约的力量，怕是至少也是造化后期之上的存在了。究竟是什么东西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够让金帝天都愿意与其达成契约？刚刚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金帝天最后所施展出来的那道力量中，并非是寻常的神之力量，或者说并不是与我们同等同源的神之力量，而是来自更高位格的神之力量。大龙尊主的实力乃是在小龙尊主之上，所以他对神之力量的感知度会更加敏锐一点。来自更高位格的神之力量，那是什么？大龙尊主一脸表情肃穆地解释了起来。所谓更高位格的力量，便是比我们现在的神之力量更加的高级。因为在大咒之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在神之力量极其广泛神圣，但在神之力中还存在着更高位格的神之力，则被称之为神之位格。神之位格，对着这个信息，萧炎并不陌生，因为他之前在神冥界之王的司神口中了解过一点。大龙尊主前辈所说的更高位格，神之位格，就是之前司神说过一样的神之位格力量，同时也被称之为神格。当时神冥界之王司神也只是说了大概，因为就连他对神之位格的具体定义也不是非常的清楚，只知道神之位格是一股明明伟大更高级的存在。简单一点就是说，神之位格是所有体系力量的源头。不过神元宫众人以及2位神殿殿主自然对神之位格感到极其的陌生，他们修炼这么多年，还从未听说过还有来自更高位格的神之力量。大龙尊主也将自己对神之位格的理解一一告诉了大家，因为在千万载之前，他也是从应龙神族长那里得知对神之位格的消息。神之位格可以理解成沟通了所有世界的智慧生命体，只要踏足神之路之后，就会赐予神格。自此所有的世界诞生出的神灵力量中都有神之位格，不管哪一种的修炼体系中都潜藏着神之位格。而神之位格并非一种，它分多种神格，当然神格也分等级，等级越高的神格，那么其神格的力量也就会越强大。虽然神之位格在踏足神之路的所有神器中都存在，但是大道主神以及造化主神目前都无法触及潜藏在其中的神之位格。众人的身躯都是微微一颤，仿佛是听到了极其震撼性的信息一般。不过大龙尊主的讲述对于不理解神之位格的他们来说，的确是一件极其震撼性的内心冲击。神之位格，所有体系力量的源头，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未知的东西？除了萧炎之外，众人的声音在这片空间中回荡，每一个字都似乎在空中划过一道道波纹。那是属于浩瀚无尽宇宙的秘密，神之位格深不可测，唯有达到那无人知晓的高度，方能揭开其中的神秘面纱。众人的眉头紧锁，心中波澜起伏，大道神力与造化神力都无法触及潜藏在其中的神格。与金帝天达成契约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存在？居然拥有神之位格的力量，即便是造化主神怕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凭借着神格之力，便可横扫神藏中的一些神灵大能者了。2位神殿殿主的脸上都挂满了担忧，如果真的是那神格之力，恐怕即便他们的神脉力量恢复，也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了。对啊，那我们岂不是都无法帮助萧炎弟弟争夺创世神火本源了吗？这时一道声音从小龙与韩2人的口中同时传了出来，他们几人在一起，为的就是帮助萧炎后面在争夺创世神火本源时能够给他多一份力量。然而在那所谓的神格之力面前，即便是造化神力都无法将其撼动。在众人都觉得事情毫无胜算可言时，大龙尊主却是说出了一句让他们再次有了希望。非也，虽然金帝天施展出来的的确是更高位格的神之力量，但是这并非是真正的神格之力，肯定存在着某种的限制，不然的话，刚刚金帝天也不会带着他的9位副盟主在我们的面前逃走了。大龙尊主的思路非常的清晰冷静，虽然刚刚对方的那一击瞬间碾压了小龙尊的全力一击，但是从对方那急忙要逃走来看，对方并非能够借着契约的力量横扫神藏中的神灵大能者。虽然
金地天并不是最强的对手，而与金地天达成契约的那个背后，才是我们要极其忌惮的恐怖存在。大龙尊主又补充了一句，他们现在最担心的不是金地天，而是金地天背后的那个大人物。尊主前辈说的没错，看来在这神藏之中进来了一位非常强大的大人物。而且之前我与3位副盟主激战的时候，对方也是施展出了某种契约的力量，只不过那3位副盟主的契约力量更弱一些，我想应该都是同一个契约力量。萧炎也回想起之前自己与3位副盟主对战时的场景，当时自己可以轻易的碾压3位副盟主的攻势，反而被敌挡住，最后还是被逃走了。闻言，一旁的盘龙那双龙瞳中散发出异样的金芒，他缓缓开口道：如果按照萧炎兄弟所说，那除了金地天盟主之外，就连那9位副盟主应该也已经与背后的那个大人物达成了契约，只是让我没想到是，这个契约居然还是随着自身力量的强弱去匹配相等的契约力量。你说的不错，正是如此。大龙尊主用非常肯定的语气道：我不管神奇联盟背后有存在着什么恐怖的大人物，只要与我争夺创世神火本源，我都会让他知道，创世神火本源只属于自己的。可以从萧炎的那道坚定的神情上看出他对创世神火本源的超然决心。虽然知晓金地天背后的大人物更强大可怕，甚至拥有可以横扫神藏中的所有神灵大能者的神之位格力量，但他不惧再强大的对手也无法阻止萧炎对创世神火本源的那种决然。好，不过才数百岁就有如此气魄，我们这些应龙神灵也都感到吃惊。不过既然已经答应先天圣兽的要求，我们也会信守承诺。虽然没有将神奇联盟的盟主和9位副盟主击杀，但要不了多久，我想我们与神奇联盟之人会再次相遇，到时候他们怕是插翅难逃了。大龙尊主对萧炎也是愈加的欣赏，的确他们在萧炎这般年纪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萧炎这般有气魄，同时也给了萧炎等人的信心，直到神藏结束，他们这些应龙神灵自然会完成答应吞吞的请求。虽说应龙神灵几乎不与其他神族都交集，但是他们的行为举止却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就多谢2位尊主前辈以及其他应龙神灵前辈了。吞吞对着2位尊主前辈以及身后的那数道应龙神族的神灵大能者拱了拱手，感激道：哎，不用那么客气，今后你将会是我们应龙神族的天尊圣地榜中的天尊圣地兽了。既然这些人是你的朋友，那么自然就是我们应龙神族的朋友。双龙尊主摆了摆手，带着一丝微笑道：既然有了2位尊主前辈和其他应龙神灵前辈的加入，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深入这来自天古纪元时期的万古神灵大陆的各大面貌中寻找机缘吧。说到最后几个字时，萧炎的声音变得非常的洪亮。先不说造化机缘，如果能够获得几个大道机缘，那么也能够让自身的修为提升起来。至于造化机缘，那也只能等待创世神火的降临现世，那乃是可遇不可求的造化机缘。这万古神灵大陆很大，如果就这样盲目深入的话，怕是会有一些危险。这大陆乃是永恒世界，其中蕴含着千变万化的能量，其中的每一个世界面貌都有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机缘和危险。既然能够给予万物神灵机缘，也能够毁灭万物神灵的生命，我们倒是可以带你们避开一些危险的地方，直接身处万古神灵大陆的深处。大龙尊主能够这样说，那么他对这个地方一定非常的熟悉，毕竟他们这些应龙神族乃是千万年前就已经存在，更是天古纪元时期的神族神灵，有着他们的带领，自然会大大的减少一些风险。那就有劳前辈们了。萧炎的谢意简短而深重，一声有劳如同暮鼓晨钟，在这神秘莫测的万古神灵大陆上回荡。应龙神灵似乎感受到了萧炎的诚意，他们的眼瞳中闪过一抹赞赏之色，然后缓缓点头，一股威严之气随着他们的点头轻轻扩散开来，仿佛天地间最为古老的力量在说话。应龙神灵立马化为本体，展翅高飞，巨大的身躯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道瑰丽的轨迹，巨大的身躯在形式各样的云层间穿行，引领着萧炎和其他众人向万古神灵大陆的腹地飞去。萧炎等众人也紧随其后，他们的心跳随着应龙神灵的每一次振翅而加速，仿佛能感受到那来自万古神灵大陆深处的震撼力量。随着距离的拉近，那些原本遥不可及的山川河流，现在如同画卷般在众人眼前徐徐展开。挖古神灵大陆的轮廓愈发清晰，那磅礴的山脉，那浩瀚的森林，无不彰显着万古神灵大陆的壮阔与神秘。他们的眼中满是惊奇与渴望，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对这片新世界的好奇和对强大力量的向往。